林医生，你明知道曾医生不爱你，又何必呢？月华心痛地道：我送你回家不行吗？还是怕我送你回家会吃了你？放心，我会等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，不会趁你醉就睡了你的，我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林学长的脸色有点红，似是被月华说中了一样。他知道月华很爱他，就像他爱着曾小雅一样，他也很爱曾小雅，觉得他和曾小雅就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说实话，刚认识曾小雅，他就计划追求她的了。只是那时候的他有着男友，他不好公然插足当小三。等到曾小雅的男友另攀高枝，不要曾小雅了，两个分手，他不知道多高兴，偷着乐，表面上却去安慰曾小雅，在曾小雅面前将她的男友骂个狗血淋头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在她的身边关心她，天天跑去她家里刷存在感，她家里人就没有不认识她的，就连经常去她二叔那里看病的人都知道她。对于她的司马昭之心，那是路人皆知。可是她表白了，他却拒绝，一次再次都拒绝。他说不爱他就是不爱他，不管他做的再多，他都不会爱他。为什么？他不够好吗？还是他对他不够好？他年纪轻轻就拥有了自己的诊所，在市区买了房买了车，还有点存款，他已经打败了无数同龄人，多少同学都还在大医院里熬着资历呢，他却实现了财富自由，买房买车都不需要家里人帮忙。他成了他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，亲戚们都夸他爸妈会生儿子，生了他这个优秀的儿子，不用担心以后的养老问题了。他每个月给家里转一笔生活费，那生活费是很多人一个月也赚不到的。他都这么优秀了，小雅还是不爱他，他肯定是喜欢上姓战的家伙。那个家伙就是啃老一族哦，是啃堂哥堂嫂，没见过那么无耻的人。别人啃父母，姓战的居然啃兄嫂，而且是堂的。这样的男人长得再帅有什么用？可是很多人就是看脸，看到帅哥被迷得不要不要的，直接忽略了帅哥的缺点。月华，我是不是很丑？林学长摸摸自己的脸，我没有姓战的那么帅，那姓战的都不知道怎么长的。我怀疑他去整个容，一个男人怎么能长得那么好看呢？又高大，气质居然也很好，看着他总觉得他事业有成。可是他说他没有工作的，就是帮他堂嫂收收租，他堂嫂倒是很有钱，可那是他堂嫂呀，他好意思啃堂嫂？月华听着他吐槽抱怨，人跟着坐下来。林医生，感情上的事无法勉强，曾医生不喜欢你是他的事，与别人无关的。林医生很优秀，可是曾医生不喜欢呀，你总不能逼他吧？就像我们俩一样，我很爱你，可你却拒绝了我。其实我们俩才般配，你当医生，我当护士，工作上我们是搭档，生活里成为夫妻，依旧是相互扶持，多好呀！是我长得不够漂亮，还是我对你不够好？亦或是我的工作能力太差，让你瞧不起我？又为什么呢？林学长语塞，他对月华不讨厌，但也没有喜欢到愿意娶她。他嫌月华有点伏地魔，总听他妈妈的赚到的钱给他的兄弟花。他虽然赚到不少钱了，也是他辛苦赚来的，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岂能让未来的妻子拿去补贴娘家？林学长嫌弃月华的原生家庭，却忽略了自己的原生家庭跟他一样。用月华的话说，其实他们俩才是般配的。烦呀！林学长自嘲的笑，他拿起酒瓶，又往酒杯里倒满了酒水，问月华要不要喝2杯？我还能继续喝，要不咱俩再喝，喝个不醉不归。明天没有精神上班，我就给你放1天的假。月华说他，林医生，你现在都醉了，还不醉不归？我不能喝酒，我喝了酒，咱们都回不去了，我要开车。等林健自己喝完了1杯酒，月华抢过了他的酒杯，说道，不喝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去。他起身，再伸手拉扶林健，林健挣扎了几下，
还是由他拉扶着出去。还没有出到门口，他便觉得反胃、恶心，想吐。忍不住，他立即捂住嘴巴，转身就往洗手间跑去。这家酒吧他来消费过数次，熟悉。林健在洗手间里吐得死去活来，比别人孕吐还严重。好不容易不吐了，他洗了把脸，人就清醒很多了。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哪里还有一点平日的意气风发？小雅，我真的那么差劲吗？你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呀？我为了你才拼命努力的。姓战的有什么好？他买你楼上的那套房子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他分明就爱上你了，你还把他当病人呢。战月视他为情敌，他感受得到敌意，他一样是战月为情敌。看到战月就恨不得划划战月那张俊脸。一个男人长得那么好看做什么？抢别人的心上人吗？老板，你还好吗？外面传来了月华担忧的声音。林健忽然觉得自己很贱，他爱的人不爱他，他还屁颠屁颠地贴上去；而爱他的人，他又不爱人家的关心，他视如不见。老天爷玩他呢！再次用冷水洗了几次脸，林健才走出洗手间。全吐了，洗了冷水脸，好多了。月华见他吐的眼泪都出来了，心疼不已，掏出纸巾给他擦嘴。老板，以后少喝点酒，咱们学医的都知道喝酒伤身，你为了曾医生喝得烂醉如泥又有什么用？他都不愿意来接你。林健默不作声，月华体贴地扶他出去。出了酒吧，上了车，他坐副驾，让月华开车，他没有喝酒。还好他会开车，他是进了他的诊所上班才去学的驾照。考到车牌后，他买了一辆二手车代步，说新手上路容易出问题。二手车是旧车，磕磕碰碰的话没那么心痛。他计划以后要买辆新车的，只是他的钱几乎都补贴家里了。他什么时候才能攒到钱买新车？怕是攒到了钱，他妈妈一个电话打过来，他就把钱转给他妈了。林学长歪靠着车门，看着月华的侧颜。他没有曾小雅那么耐看，没有那股子福气，但也不算丑。论颜值的话，两个人挺般配的。月华，以后为自己而活吧，发了工资，自己存起来，你老大不小了。以后嫁人身上没有点钱，婚后的日子会很难过的。你养爸妈说得过去，但你的兄弟不是你的责任，不用管他们。月华看了他一眼，专注地看着他的车，不说话。林学长还在喋喋不休说着大道理。你一个月才多少钱的工资呀？累死累活的，自己都舍不得多花。你妈一个电话过来，你就赶紧把工资转过去，不够还要跟我借或者同事借。我跟你说，家里要钱时要几百块钱可以给，要多了就说自己没有那么多，要懂得哭穷。你租房子不用钱吗？伙食费不用钱吗？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要先在自己身上，有多了就存起来，家里确实需要帮忙的，可以拿出部分帮忙，不要一味的给家里。你妈一次次开口要得越来越多，你都满足了，她就会以为你在外面过得很潇洒，收入很高。你说你转给你妈的钱是花在她身上，还说得过去，好歹是你亲妈，但是很多时候确实花在你的兄弟身上，他们不是你的义务，你自己过得苦哈哈的。看看你的衣服都穿了多少年了，从你来我诊所上班开始，你就穿着这些衣服这么多年了，还在穿，一年都换不了2件新衣服。看看叶启，人家的工资都花在自己身上，过得多潇洒呀。月华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，人家家里条件好，有父母托底，给买了房买了车，他出来上班纯粹就是打发无聊的时间，哪能比？老板，你别说我了，我心里有数的。婚前我赚到的钱会帮衬一下自己的家庭，但婚后我是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帮着我家里的了。我也明着和我爸妈说过，一旦我嫁人，我就只有逢年过节才会给他们几百块钱，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子给。我有了我自己的小家庭，
当然是以自己的小家庭为主。他们的家产是留给我兄弟的，当然是我兄弟养老，我嫁出去的女儿就偶尔回去看看，买点小礼品就行。家产给了儿子，养老就是儿子的事。月华老家就是这样的，家家户户都这样子安排，家产全都给儿子，养老也是儿子的事，不会找女儿，女儿就紧着自己的心意，随意给点就行。老板自己家里需要帮助时，你能做到不帮吗？你也做不到的。劝说别人时，大道理能说一大堆，却忽略了自己。其实老板，你帮你家里亲戚的更多。我觉得曾医生始终不接受你的感情。月华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就是觉得你的原生家庭会拖累人。你是收入高，但你要帮助的亲戚也太多了。你看看你家的亲戚，但凡有点头痛发热都打电话找你，他们来管城看病，找你给安排看病，需要拿药就从你的诊所里拿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不带钱来，他们吃住以及医药费用都是你出的。若是他们需要住院，还要我们这些你打工的帮忙送饭给他们吃。老板，你会累吗？有没有觉得很烦？我想你肯定觉得很烦的，因为你看不惯我帮着我家里人，只是你不好反抗，一味的将就，一味的退让，也是虚荣心作怪，想让大家知道你有多能耐，多有本事，让你的父母在老家有炫耀的资本，不怕老板生气，咱们才是一路人，才适合在一起。曾医生家里条件好，他家里人都有出息，不需要他像咱们这样补贴任何人，他是绝对不能包容咱们这种行为的，能包容1次2次，但不能包容无数次。所谓的门当户对不是说说而已的，是真的很重要。我知道老板喜欢曾医生是真心的，但也有你的私心，你想着娶了曾医生以后，你老家亲戚再需要看病住院，你能让曾医生出面安排，能找到更好更高级的医生为你的亲戚朋友们看病，以彰显你的能耐，让你的父母有更多的资本炫耀你的出息。你说我的兄弟不是我的义务，我知道那不是我的义务，钱给了我爸妈就是我爸妈的了，他们要给谁我不管。同样的，你的兄弟姐妹难道就是你的义务？不要说你全家就供了你一个出来，你的兄弟姐妹是没有钱读书，还是不想读，或者是读不下去，他们为了供你读书到底付出了多少？你这么多年回报的还不够多吗？你每个月给你父母的生活费，给你兄弟姐妹的生活费，我都知道。可以说你诊所每个月的收入，你拿出了1/3补贴他们，也亏得你去曾医生家里刷了2年的存在感，从老曾医生那里学到了很多，你诊所的收入才会越来越多。所以老板，你不要再去想曾医生了，放下吧，他不适合你，你也不适合他。感情的事最不能勉强，正所谓强扭的瓜儿不会甜，你们俩3观不一样，家庭条件不相等，就算真在一起，早晚也会离婚的。更何况你连强扭的机会都没有，你敢强扭曾医生吗？曾家能让你在医学界混不下去。林学长沉默，月华偏头看了他2眼，见他表情痛苦，便不再说下去。他和他才是一路人，他不装气，他伏地魔，他也别嫌他是伏地魔。既然他看不惯他的伏地魔行为，那他就别做出伏地魔的行为啊，他自己做就行，别人做就不行。他现在的确是伏地魔，那是他还没有嫁人，一旦他嫁了人，他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帮扶自己的原生家庭。父母也清楚这一点，可能就是清楚一旦女儿嫁了人就不会再给钱家里，所以他的父母现在天天盯紧他的收入吧，恨不得在婚前将他榨干。月华承认自己的原生家庭不好，他有什么办法？他又没有选择出生的权利。